房里的人悄悄地出去了，留出空间给小夫妻俩。战印拥紧怀里的人儿，柔声说道：“我也很开心，也激动得很。”战印，海童在他怀里仰起头，他也低头看他，看到他的眼睛红红的。战印心疼的温柔地亲吻他的眼睛，柔声哄着：“别哭，看到你掉泪，我心疼。你现在怀孕了，情绪不要起伏太大啊。我知道，我就是太激动了。这1年来，我承受了太大的压力，特别是小军后面结婚的都怀孕了，我就更加的着急。”战印亲上她的唇，轻轻地戳吻着，柔声说道：“彤彤，别说了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的，对不起，是因为你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。”婚后半年，管城的人就开始盯着她的肚子，她一直没有怀上，就算她往外说是他们想过2人世界，不着急要孩子，还是有很多人私底下说她不会生，说她就算嫁入了豪门，不能生孩子，早晚也会被赶出战家大门。她在背后警告了无数人的，不允许那些流言传到她的耳里，但她还是知道。她不说，也表现得淡然，只有她知道她内心有多期待着孩子的到来。彤彤，什么都别想，以后你就开开心心的当个最美丽的妈妈。海童与她对视片刻，用力的点点头，又微靠在她的怀里，平复自己激动的情绪。战印搂着她，夫妻俩相依相偎。房里安静至极哈，直到他们听到了登床板的声响。干女儿醒了，海童轻推开战印，人跟着起身，走向婴儿床。果真看到君言一边腿在蹬着床板，看到海童后，小家伙很开心的样子，2条小短腿都开始蹬起来，盖在他身上的小被子早就被他蹬到婴儿床的床尾去。他旁边的叶瑶也醒了，小家伙一睁眼就扁嘴，还没有哭出声，他妹妹的手不小心挥拍到他的脸上，把他吓了一跳，随即哇哇大哭。叶瑶一哭，蹭床睡的君飞也被吵醒。然后2个哭猫就开始比赛谁哭得更大声了。最先醒来的君言偏着头看身边的哥哥，他是不哭的，就那样看着哥哥。战印不抱哭泣的叶瑶，而是抱起了君言，嘴上说道：“君伯的女儿真的好可爱，也听话，很少哭的，总算让我抱到手了。”他先抱君言，是希望他和海童也能生个女儿，要是能像穆晴这样一胎变儿女双全，那就更好了。不过呢，听说怀着双胞胎，当妈妈的到了孕晚期啊，会很难受。战印不想爱妻那么难受，单胎吧，那生个女儿就好。海童想抱叶瑶，又想君飞，叶瑶嚎了几声后就翻了身，脸却埋在小被子上。海童担心他会被闷坏，只得先抱起他。2个小哭猫的哭声传出去，外面的人才记起，他们刚才回避了一下，就把3个小奶娃留在了儿童房里。穆晴赶紧推门而入，海童见他进来，就便把叶瑶交给他。叶瑶还是老样子，只要醒来就哭。妍妍醒来了，只会蹬床板，提醒大人他醒了。看到哥哥哭，他还一副看戏的样子，就君言是真的讨人喜欢。就等穆晴抱过了叶瑶，海童才抱起了君飞。程玲玲和君琴也一起进来，程玲玲从海童怀里抱过了自家儿子，转身就塞给了君琴，说道：“赶紧哄你的小祖宗。”哭声响亮，又爱哭，他一哭，房顶都能抖上几抖。君飞，我有河东吼狮之能。君琴抱着自家儿子哄了起来。小家伙饿了呀。那奶爸哄不住他，最后还是回到了妈妈的怀抱。海童怀孕的消息没有传开，只有君家的人知道。战印心急，也担心宴会上人太多会碰到海童，他就决定马上带海童回管城。海童本来不想太快回管城的，
耐不住自家男人，只好答应。战印歉意地对叶君博夫妻俩说道：“君博，彤彤刚怀上，需要休息，我想先带她回管城，改天有空了再约。也欢迎你们去管城做客。”叶君博理解地道：“好。”海彤恋恋不舍地道：“晴晴，你有空就带着宝宝去管城吧，一定你和战少的婚礼也快了吧？到时候我夫妻俩一定过去喝喜酒。”战印和海彤办婚礼的时间是快到了，那现在海彤怀孕，估计婚礼还会再提前。婚纱是提前定做的，定做婚纱时海彤还没有怀孕，尺寸肯定小一点的。现在怀孕了，要是婚礼不提前，按照以前定下的日子，那战印就担心婚纱会不合穿。他着急地带海彤回管城，既是想让海彤好好的休息，也是要告诉家里人这个好消息。然后就是请商太太和海玲过来，重新挑选吉日，商讨婚礼提前的事宜。哎，好，到时候见。海彤在走之前还是忍不住抱了抱君言，对穆晴说道：“希望我也能生个像妍妍这么可爱的女儿。”穆晴笑道：“祝你心想事成。”在君言的小脸上亲了亲，海彤才不舍得跟着丈夫离开了风尘山庄。夫妻俩是匆匆的离开风尘山庄的，就谁知道他们走后不久，战逸晨又来了。战逸晨主要是冲着程医生而来，为他未婚妻求医的呀。数小时后，悠悠山庄啊，中心主屋豪华的大厅里，唐君夜坐在沙发上，捧着一本相册在翻看。除了他手上那本，茶几上还放着几本相册。那她旁边的丈夫呢，则在看报纸。老战啊，你看阿印小时候多可爱啊！唐君夜翻看的相册都是旧相册，还没有孙子可抱，他也就翻翻儿子们小时候的相片过瘾了。战丽蓉也就看了2眼，视线又回到报纸上，嘴上嫌弃的道：“阿印小时候一点都不可爱，总是板着小脸，小年纪就严肃的像个小老头。逗他也不笑，还用看白痴的眼神看我。他还记得长子小时候的很多事情，长子的性格就那样，天生的。阿印小时候呢，也不喜欢跟我们，他只要醒来就找他爷爷，要不就是找他奶奶。上幼儿园后，每天一回家就问爷爷奶奶在哪里，从来不问爸爸妈妈在哪里。”那战丽蓉继续吐槽着长子：“唐君夜在你嘴里，儿子就没有半点优点了。战印是长子嫡孙，是在他公婆身边长大的。那时候他初为人母，也不懂得带娃，公婆愿意接手带娃，他乐得轻松。那丈夫又是刚接管战氏集团，忙得很，那他也经常陪着丈夫应酬。公婆亲自照顾长子，也是把长子当成战家的接班人来看待的。当然了，长子是公婆带大的，很自然的就跟公婆亲近，最听公婆的话。后来公公去世了，能管着长子的人便只有婆婆。唐君夜这个当妈的是管不了长子的，还好公婆都是很好的长辈，不管是战印还是其他孩子都被教育得很好。可以说呢，他和妯娌们都是当了甩手掌柜，也不是说没有优点啊，就是没有女儿可爱。唐君夜对着丈夫：“你有女儿吗？怎么知道女儿可爱？你们家就是和尚庙，我嫁给你。拼了3胎都没有拼到女儿，做梦都想有个女儿。我都买了那么多漂亮的裙子，最后都送人了。”战丽蓉笑道：“说不定我们当时拼个4胎能拼个女儿呢，就怕生个4大金刚。也是，他们家已经几代没有女儿了，盼孙女吧。”唐君夜叹口气，合上了相册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抱孙。在彤彤面前，我是不敢说的。现在他们夫妻俩不在家，我才敢说说。在阿印到了适婚年龄，我就盼着他结婚，他结婚了，我就盼着抱孙女。现在啊，不管是孙子还是孙女，能有个孙辈就可以了。
你担心个啥？儿子儿媳妇身体好得很，早晚会圆了你抱孙的处。等到你像妈那样，接二连三都抱孙时，你又头痛的了。人总是不知足的呀。哎，有了孙子就想有孙女，盼到了又会嫌孙辈太多，吵得脑袋发晕。但是孩子不在家，又嫌家里太安静。忽然一名佣人快步进来，告诉夫妻俩：先生、太太，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回来了。闻言啊，夫妻俩你看我，我看你的。唐君业狐疑的道：阿印和海童不是去了风尘山庄吗？哎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今天是君家2个孩子的百日宴吧？我以为他们会在风尘山庄住上几天再回来呢。大少爷抱着大少奶奶下飞机的。啊，是不是海童出什么事了？唐君业一听到儿子抱着儿媳妇下飞机的，就急了，担心儿媳妇出了什么事。他放下相册，起身就往外走，边走边说道：怪不得提前回来。哎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战丽蓉也跟着出去。夫妻俩才走到院子门口，战印已经带着爱妻坐着管家，开去的车子回到了中心主屋的门口。彤彤，唐君业快步走过去，拉开了车门就探身进去，关心地问道：彤彤，你怎么了？战印下车：妈，你先让一让，让彤彤下车先。我们刚坐飞机回来。彤彤有点累了，我先抱她进去躺一会儿。战印要抱海童下车，海童脸红红的，无奈的道：我不用你抱了，我没事。不过是犯困而已，我自己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战丽蓉也问着。战印笑咧了嘴：好事。爸，你要当爷爷了，海童怀上了。战丽蓉夫妻俩都惊喜地问着。战印点头。在风尘山庄的时候，彤彤吐了，请了程医生把脉。程医生说彤彤怀孕了，我就赶紧带彤彤回来休息。真的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唐君业开心的一把搂抱着丈夫，笑道：哎，老战，我要当奶奶了。战丽蓉也很开心。下一刻，唐君业就推开了丈夫，也将要扶海童下车的。战印扒推到一边去，他则小心翼翼地挽扶海童下车。海童不好意思极了：妈，我真的没事，不累，一点都不累。那他在飞机上犯困，想睡觉而已。战印非说他是累的，要抱他下飞机，然后把大家都吓坏了，以为他出了什么事。现在婆婆的小心翼翼并不输于战印。你刚怀上胎还不稳，又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，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，会累着的。妈扶你进去，不让阿印抱着你进去。唐君业开心的都有点不知道该做什么好。他想扶海童的，又觉得让儿子抱着儿媳进去更好一点，于是他又去拉回了刚刚被他巴拉推到一边去的儿子，对儿子说道：战印，抱彤彤进去吧，小心点啊。他被母亲巴拉推到一边去，人都是懵的，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又被母亲拉了回来。最高兴的人不该是他这个要当爸爸的吗？感觉母亲比他还要开心呢。10分钟后，彤彤喝点水，彤彤吃水果，彤彤喝点汤吧。彤彤被逼躺靠在沙发上的海童，被婆家长辈们团团围住，不是叫他喝点水，就是吃水果点心，要不就是让他喝汤，大家就差亲手喂他吧。战印这个当丈夫的，早就被长辈挤到了角落里去咬手指了。他嘀咕着：没有我，彤彤也无法怀孕，现在彤彤怀孕了，就忽略我的功劳，把我挤出来，那是我老婆呢。那他现在也就嘀咕2句吧。长辈们的欣喜若狂，他能理解的。事实上呢，他和彤彤也欣喜若狂了好几个小时呢。坐着飞机回管城的路上，夫妻俩都还担心是一场梦呢，互掐了对方一把。
都知道痛，才相信这是事实。哦，忘记跟姐姐说一声了。战印记起还没有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姨姐还有商家。于是呢，凑不到老婆身边的战大少爷就开始打电话报喜。他告诉海玲姐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彤彤怀上了，程医生帮她把的脉，绝对错不了。不过彤彤说还是要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她总担心是一场梦。明天一早我就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。程医生是神医的高徒，他医术好得很，他把的脉错不了的。战印说完后就挂了电话，完全是自顾自说，都不给海玲回话的机会。海玲在电话那边愣了好一会儿，才消化了妹夫话里的意思。彤彤怀上了。海玲消化了战印这句话的意思后，乐得他大叫一声。他此刻带着儿子在商家的大厅里。商太太想洋洋了，洋洋放学后，他接了洋洋就来了商家，计划的商家用晚饭，然后在商家住一晚，明天再从商家这里出发去幼儿园。就没想到会接到妹夫报喜的话。怎么了？海玲大叫一声。商太太夫妻俩以及蓝晶，甚至洋洋都看着海玲。好消息啊，好消息！海玲笑道：大姨、姨丈、表嫂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彤彤怀上了。刚刚战印打电话来报喜，他刚说完，商太太的手机就响了，是商无痕打回来的。那商太太边接听儿子的电话，边笑着问海玲：确定了吗？妈，确定了。战印说是程医生帮海彤把的脉，程医生是神医的高徒，他的医术是没有话说的，人称他小神医。喜脉很容易把出来的，绝对错不了。商无痕不知道母亲是在问海玲，以为问他，他欢喜地回答着母亲。商太太笑意已经敛不起来，问着儿子：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战印打电话告诉我的，他让我跟你说一声，说他太开心了，想不起你的电话，便打给我。商太太笑道：他倒是能记住你的电话号码。商无痕说了句：我和他当了那么多年的死对头。哦，早就熟记对方的电话号码的了。妈，这是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，以后你都不用担心海彤不能生了。他能生的，战印说了，他夫妻俩身体很健康，只是孩子的缘分未到。如今缘分来了，不就有好消息了？商无痕知道母亲呢一直都在担心着海彤不会生。其实呢，他也有点担心，自家表妹父母双亡了，娘家不给力，若是真的不能生，就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。现在好了，什么都不用担心了，就等着明年宝宝出生了。那商无痕自己的孩子在年前能出生，别人家有生子压力，海彤是没有的。战家长辈就盼着他生女儿呢，所以只要海彤能生，就万事无忧了。再来呢，就是抓紧时间办婚礼。好好好，太好了！商太太乐得直拍大腿。商先生怕他拍红了大腿，伸手过去挡住，让他拍在他的手掌上。商太太就看向他，你开心就开心，可以像海玲这样大叫出声，干嘛老拍自己的大腿啊？不痛吗？商先生说着妻子。商太太笑着一把搂抱住丈夫，激动的道：老商，海彤怀孕了，她怀孕了。是，我们都知道了啦。商先生对海玲和蓝晶说道。海玲，你看你大姨激动的给了我一个拥抱，她都不知道多久没有这样激动过了，就阿晶怀孕那会儿，她都没有这么激动。蓝晶笑道：我和无痕不一样，妈一直担心彤彤，现在放心了，我也替海彤感到开心，他们都属于海彤的娘家亲戚，自然是替海彤担心的，生怕海彤会被婆家赶出来。妈妈，小姨怎么了？洋洋问着妈妈，她只知道大家在说小姨的事，但不知道小姨怎么了。海玲抱起儿子就亲了几口，笑道：你小姨肚子里有小宝宝了，是小弟弟吗？洋洋，你要说小姨肚里的宝宝是小妹妹。海玲教着儿子呢。
洋洋大眼睛闪烁着，稚气的道为什么要说小妹妹？他的本能反应就是小姨要给他添个小弟弟了。你不是想有个小妹妹吗？你以前就常跟你小姨说，让小姨给他生个小妹妹的。洋洋说道，龙婷有小妹妹，我也喜欢小妹妹，那我跟小姨说，就让小姨不要小弟弟了，就要小妹妹，不论男女都好。商太太笑道，彤彤是第一胎，儿女都无妨，只要孩子健健康康就行。海玲，我们现在就去游山庄，给彤彤送点布品过去。妈，彤彤不是和那战少去了 A 市的风尘山庄吗？隔壁的军武少都回去了，小飞也说会尽量赶过去。军然的侄儿女今天满百日，他们家就给2个孩子办百日宴呢。蓝晶提醒着婆婆，是哦，那等他们回来了，我们再过去吧。战印太开心，只告诉大家他要当爸了，并没有说清楚。他已经带着海童回到了管城，大家都以为他和海童还在风尘山庄。管家从屋外进来，先生太太，外面来了一位凤小姐，她想见太太。闻言啊，所有人的笑声打住。凤小姐，江城凤家的人吧？海玲看向商太太，商太太淡冷的道，海玲，你出去看看来的人是谁？除了凤晴，我谁也不见。上周他带着海玲去了一趟江城，暗中打听凤家的往事，并没有直接和凤家人对上，花了1个星期打听消息，得到的结果和儿子调查到的没有两样。就凤家那么多人，商太太只对凤晴有点好感。大姨，我出去看看啦。海玲放下儿子，洋洋却要跟着他一起出去，海玲便牵着儿子出去。商家别墅门口停着一辆出租车，海玲走到别墅门口了，出租车后座上的乘客才提着几样礼品从车上下来。谢谢。凤晴向计程车司机道谢。司机说了句客气了，那便调转车头开车离去。凤晴穿着一件黑纹白底的短袖 T 恤，配一条黑色的7分裤，脚上一双很普通的平跟凉鞋，满头秀发被她盘在脑后，戴着黑色的墨镜以及黑色的口罩，让人轻易看不到她的样子。海玲觉得她不戴墨镜和口罩的话，反而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力，因为她打扮得很普通。海玲是看过凤晴的相片，在江城的时候也和大姨暗中看过凤晴本人，记得凤晴长得很漂亮，而且和她很像。凤晴气质极好，举手投足间尽带着贵气，普通的衣着打扮都遮掩不住她天生带来的贵气。戴上口罩和墨镜，不被人看到她的真容，是省事很多。海玲现在理解了凤晴的打扮。凤晴下车后走过来，礼貌地问好，你好，打扰一下，我能进去吗？那跟着海玲出来的管家连忙打开了别墅的大门。你好，我是海玲。海玲大方地朝凤晴伸出右手，虽说凤晴戴着墨镜和黑色的口罩，海玲还是认出了她，因为凤晴和她很像啊。2个人不仅面容相似，就连身形都有几分的相似。听说是海玲，凤晴连忙伸出右手与海玲握手。握手过后，她扯下了口罩，并摘下了墨镜，说道：“海小姐，你好，我是凤晴。”海玲微笑的道：“凤小姐啊。”又叫儿子向凤晴问好。凤晴看向洋洋，弯下腰去，伸手摸了摸洋洋的头，夸赞着：“好俊俏的孩子，是你儿子吧？”海玲点头：“是我儿子，小名洋洋。”洋洋，你好。洋洋稚气地回应着：“凤姨。”你好，凤姨，你为什么和我妈妈有点像？凤晴笑道：“因为我和你妈妈有缘，所以我们有点像。”洋洋和凤姨也有点像呀。我像我妈妈，你跟我妈妈像，就是跟我像了。凤晴又摸摸她的头，夸她聪明。她站直了身子，对海玲说道：“
海小姐。哇，我冒昧前来打扰一下，商太太在家吧？我大姨在屋里，凤小姐里面请。海玲朝凤晴做了个请的手势，请着凤晴跟着她走进了大厅。一进屋，凤晴就看到了端坐在沙发上的商太太。大姨，凤晴小姐来了。海玲呢，走过去说了句。凤晴走到商太太面前，客气地问好：“商太太，你好。我是凤晴，冒昧前来打扰一下。”商太太抬头打量着她，虽说在江城远远地见过凤晴几次，不曾近距离交集过。凤晴和海玲是有几分相似，说她和海玲是姐妹俩，大家也会相信的。凤小姐请坐。商太太示意凤晴坐下。海玲请她在单人沙发上坐下来。就凤晴又向商先生和蓝晶问好。那看来她将商家所有人的资料也摸了一遍。海玲姐妹俩的资料过于简单，海彤现在又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在管城是名人，凤晴都不用调查，仅是在网上搜一下。多的是关于海彤的报道。我与凤小姐初次见面，过往并无交集，亦无生意往来，不知道凤小姐来意是。商太太不会告诉凤晴，她早已经见过凤晴，就当作是第一次见面。凤晴看着商太太，也不拐弯抹角，直接说道：“我是江城凤家的千金，不过是1年前才回到凤家的。之前在凤家的那位千金是冒牌的。我听说了一些凤家的过往史，知道商太太也姓凤，想向商太太求证一下我心里的猜疑，所以冒昧前来打扰一下。”商太太不说话，等着凤晴继续说下去。我想和商太太做一次血缘鉴定，为我心里的猜疑求一个答案。如果商太太就是她大姨的女儿，那她和商太太就是表姐妹，两个人可以做的那鉴定一下，他们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。商太太没想到凤晴竟然是来提出做那血缘关系鉴定的。凤晴继续说道：“我和我妈也做过那鉴定的，结果我这里也保留着一份，我和商太太也做一次血缘关系鉴定，两相对比可以确定一下。商太太是否我们凤家的人，她和商太太可以做血缘关系鉴定，不过有她母亲的那对比更好一点，至少能说明商太太和她是同出一脉的，也能间接的说明商太太和她母亲是姐妹关系的几率很大。”商太太静静地看着凤晴良久，她问凤晴：“凤小姐是瞒着你们家里人偷偷过来的吧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那你做这个决定后影响有多大？”凤小姐心里清楚不？凤晴提出与她做血缘关系鉴定，那商太太自是乐意配合。不过凤晴呢，终究是凤家主的亲生女儿，说不定以后也会是凤家的家主。凤晴这样做，极有可能会失去凤家家主之位的。商太太想看看凤晴是真心还是假意。虽说凤晴不在父母身边长大，但她体内流着凤家主的血，基因是很强大的。谁知道凤晴以后会不会变得和她母亲一样狠辣？凤晴坦然地迎着商太太的注视，说道：“商太太，我已经28岁，思想成熟，也有自己的主意，就很清楚我自己在做什么。我承认我是偷偷过来的，我妈并不知道我过来，我也知道我做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。但我还是想求证一下，不属于我的东西我不要。”凤晴的意思是，如果证实商太太是她的表姐，那么她会把凤家还给商太太。在母亲有生之年，如果无法把凤家还给商太太，在她接过凤家家主之位后，那她也要把凤家主之位还给商太太这一脉。就她母亲本来就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家主之位的，由她把凤家家主之位归还给商太太这一脉，也算是向她枉死的大姨一家人赎罪了吧。商太太淡淡的道：“我年纪大了，有些东西我不一定要争回来，
我只想要个真相，只想知道我父母家人到底是怎么死的。凤小姐有此大义，我很感激。若是凤小姐真想做点什么，希望凤小姐能帮忙，让我查到真相。凤晴默了默后，说到我还是最近才听说那个传言，却也无法求证真假。我妈对于与她姐姐妹妹有关的话题忌讳极深，不允许任何人问起来。可能也是我根基未稳，查不到吧。毕竟她回归凤家才1年多，还没有培养出多少自己的心腹及亲信。母亲的手还罩着整个凤氏家族，家族里的人有点动静，只要她母亲想知道的都会知道。在凤家，家主的权力真的很大，如同一个土皇帝一样。怪不得她母亲在年轻时尝到了家主的权力后，练权，为了夺权，连异母同胞，把她当女儿带大的长姐和妹妹都害死。虽说没有证据证明这一切，但从母亲对此事的忌讳极深，不允许任何人提起来。可以猜到她母亲心里是有鬼的，心虚。那想了想后，凤晴又说到事情过去了几十年，就算当初留有痕迹，现在也找不到了呀。商太太再次打量着凤晴，凤晴是凤家主的亲生女儿，但她从凤晴身上看到的是正气。这个孩子啊，可能是凤家主的例外。商太太，你不用怀疑我的用心，我确实是想知道，你和我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。凤晴能理解商太太，就凭着对于她亲生母亲的流言，她和商太太也该是敌对的关系。而她竟然向商太太提出要做那血缘关系鉴定，那商太太会怀疑她很正常。如果那些流言都是真的，那凤小姐怎么处理？商太太问了凤晴一句。凤晴沉默，她虽说不在凤家长大，回归凤家也才1年多，但她终归是凤家主的亲生女儿。大义灭亲说出来很容易，又有多少人真能做到？良久，他说到商太太有证据的话，你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只能保证不与你们为敌。就算我妈受到应有的惩罚，我也不会怨怪你们半句。她能做的就是不与商太太为敌。商太太要将她母亲送进监狱里头，她也不会阻止。如果流言是事实，她母亲是罪有应得呀。让凤小姐亲手将自己的亲生母亲送进去，是很为难凤小姐。不过凤小姐可以劝你母亲自首。凤晴又默了默后说道，流言若能证实是真的，我自会劝我妈自首。她不愿意自首的话，我手里有证据，我会把证据交给你们，你们决定。流言若是真的，凤家主可谓心狠手辣，全无手足之情。如此狠毒之人却有凤小姐这种深明大义的女儿。凤小姐大义，凤晴苦笑，自嘲的道，可能是我不在她身边长大，跟她的母女之情不深吧。我只想寻求真相，不属于我的东西我不要。凤家也乱，她还是喜欢经营自己的生意，闯自己的天下，自己打下的那片江山，就她坐在最高位都觉得舒心。凤家塞给她，她只觉得那是烫手山芋，又一团乱。她成长的环境是不好，但她的三观是正的。她觉得就算是亲妈犯了错，也该受到惩罚，让她当做什么事儿也不知道。也没有发生过心安理得的继承凤家，接管庞大的凤氏集团，凤晴做不到啊。就冲着凤小姐的大义，我也会配合凤小姐做一次那血缘关系鉴定。这本来是我想方设法要去办的事情。凤小姐主动登门请求，凤小姐帮了我大忙。我年纪大了，未必就是要拿回原本属于我这一脉的东西，但我父母家人的死，我只要还活着，都要查个清清楚楚，不能让他们死得不明不白。商太太话里的意思，凤晴明白。商太太的意思是说，她未必就要抢回凤家，但她要查清楚父母家人的死因。凤晴想到那个乱糟糟的凤家，
想到父母兄嫂对凤若的疼爱，想到那些族人对他们的怨气，以及蠢蠢欲动，他就想逃跑。早知道凤家不如外人眼里看得那么美好，他还不如继续经营自己的公司，打理自己的生意呢。现在成了凤家接班人，他压力也大。由于跟亲生父母没有感情，就算亲妈的确是用心的培养他，按照家规要将凤家家主之位传给他，凤晴依旧压力山大。他知道他一旦上位，就要着手清除兄嫂，他们在背后搞的小动作他都知道，母亲也知道，母亲是睁只眼闭只眼。虽说这凤家家主的儿子是随夫姓的，不能接管凤氏集团，但兄长对于他母亲来说始终是亲生的儿子，他母亲也不忍心将儿子打压得直不起腰来，但是身为家主的人却必须维护着以家主为中心的权力传承，不能让其他人与家主分庭抗礼，那母亲养大的狼就要由他来宰。凤晴对三个兄长也没什么手足情，他们压根儿不把她当成妹妹看待，就在兄嫂的眼里，凤若才是他们的妹妹，他们联合着凤若给她使绊子，挖坑坑她，各种算计陷害她，让她对兄嫂下手。凤晴还很乐意，只是兄嫂现在手里多少都有点权力，她上位后要清算，需要劳心劳力而已。那凤晴就想着，如果凤氏集团不用她接管，她眼不见为净。可以说在面对这件事上，凤晴多少都带着点逃避心态。现在商太太告诉她，商太太未必要抢回家主之位，以商太太现在的身份及地位，那的确也看不上凤氏家族了。凤氏家族在江城几大家族当中已经属于吊车尾，一代不如一代，如果他不能中兴凤家，估计凤氏家族很快就会划出江城上流社会这个圈子。商太太的妹妹就是海玲姐妹俩的母亲，已经离世10几年，可以忽视。至于海玲姐妹俩，海彤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估计不会跑去江城接管凤氏家族，海玲则在餐饮业拼搏，而商太太的亲生女儿商小飞大概也不会去接管凤氏家族。商小飞没有那么多的心机，在这3个人当中，或许只有海玲才有可能接手凤氏家族。凤晴理清思路后，看海玲的眼神就像看救星一样。海玲察觉到他看过来，略略点头吧。商太太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我会尽我所能帮着商太太查清楚这件事的。那我们做那血缘关系鉴定的事啊，现在可以去医院做吗？我等会儿就要回江城了。凤晴是偷偷跑到管城来的，她不能让父母兄嫂知道，连族人都不能知道，甚至连她回归凤家后培养的心腹和亲信都不知道她来了管城。毕竟她独立经营着几家公司，从一无所有的小姑娘爬到今天这样的高位，她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，瞒着所有人偷偷的来一趟管城，她还是能办到的。凤家的人至今都不知道她其实在回归凤家之前已经身家几千万，现在她身家已过亿。商太太说到不去鉴定中心的话，我随时能陪着凤小姐去医院。那我们去医院吧，现在就去，或者商太太给我一把刀，我割破手指，滴点血给你带着去做鉴定也可以。这样不用我跑一趟医院。想了想后，凤晴说道，商太太还是给我一把刀吧。我忽然觉得我留下一点，我的血给商太太带着去做鉴定更安全一点，不会被我妈发现。